你们过来！这些是你们的工钱。我爷爷常说，做人要饮水思源。胭脂酒坊没有你们，生意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好。那收起来吧。干嘛？嫌少啊？不是，是没想到这么多，太感动了。感动？干嘛感动啊？因为我们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这是我们老老实实挣的第一笔银子。这么些年了，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踏踏实实挣笔钱，心里会这么的激动。哎呀，那你们就好好在这儿感动吧，啊！胭脂姑娘，哎呦，我们这儿打烊了，要不您明天再来吧啊？不是，我是长风镖局的。这是我们邵局主要我交给你的字条。郭旭，对。胭脂姑娘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哎。哟，笑得这么甜，邵局主给你写情书了。你们三个，明天把店给我看好了，我得出去一趟。我们看店，我们看店的话，客人就不愿意来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郭旭要跟我买坛上好的桃花酿送给小财神。明天我要回趟桃花村，把上好的酒给运回来。啊！就为了一坛酒，专程回桃花村，你不嫌累啊？等等，哎，郭少爷要桃花酒，为什么不亲自来跟你讲，还派人传纸条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俩一定是吵架了。对，一定是吵架。我们吵不吵架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郭旭他自己有事儿来不了，不可以啊！多事，可以，干活去。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吗？干活去，快！哎，看啥呢？没听见吗？赶紧打扫去！快点啊！都给我把每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听见没有？胭脂还说你像抓小鸡一样搂得紧紧的，他挣也挣不开，还轻得人家喘不过气来呢。我没搂那么紧吧？如果他想挣开的话，还是可以挣开的。这么说你是情非得已的，他半推半就，你吃亏了吗？怎么了？看着我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帮小财神买桃花酿，干嘛不自己去传什么字条？奇怪不奇怪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遇到镖师，他说你派他去胭脂酒坊传字条。姑娘家
个没有担当的男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大街上对人家做了那种事情，你以为避而不见就没事了？啊，我没那个意思，那天就是一时情急乱了套了嘛。你不用跟我解释了，你要解释去跟胭脂解释。哎呀，算了，你跟他解释也没有用，因为他也不会相信你的。我当时真的是乱了套了，他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因为我也不信。喂，彩月，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我几时骗过你啊？哼，你骗的可多了。你要是心里真的没有什么，你传什么字条啊？大不了自己去跟他买。真的吗？你……当然了，胭脂她一定不是小姑娘了。我要是有个男人对我这么做，我非他不嫁。其实我并没有把胭脂当小姑娘看，隔了5年，头一回见到她，我就知道她不再是那个小姑娘了。可是呢，我怕我特地向她去解释什么，反而会伤了她，所以我才没去啊。怕伤她就不用解释了，有时候误会成真也挺美的。彩月，什么事？这有2碗点心，你走了，谁陪我吃啊？我才不想吃呢。你吃醋了？我又不是温溪猪。对了，明天是咱们爹爹的忌日，你早点睡啊！你要迟到了，我可不等人。哎呀！来，过来！啊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啊，走，快走！走，这啊，这是啊，你，啊，走，下一个，走，来，跟着。吁，这位官爷，我可什么都没带，想检查，检查吧。哎呦，他就是打倒顾烟湖、打了大小姐1巴掌的选手胭脂。哦，好，走吧，走。谢了。郭旭，停！月，郭旭，郭大少，您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啊，我闲着没事儿，想出城溜溜。哦，最近呢，京城江湖帮派出没，您是小鹏王爷的朋友，为了您的安全，郭大少还是别出城了吧。你们未免也太周到了吧！我出城，我的安危我自己负责啊！就是，我们的安危我们自己负责，你未免也管得太多了吧？哎，郭旭，你是不是知道我要去桃花村去娶桃花酿，故意跟来的？哦，原来你要去桃花村啊！车里是什么人？我和少局主到郊外走走。彩玉姑娘，请下车，我们要例行检查。什么？可是我这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做属下的只是奉命行事，请见谅。哎，你们这是故意来找我们的麻烦是不是？郭旭，算了，眼下是多事之秋，他们呢也是奉命行事，我们回去吧。
是。给。郭旭，你是不是存心躲我？我没事儿，干嘛要存心躲你啊？啊，我昨天晚上因为临时出了点事情耽搁了，才找人送信给你买桃花酿。心虚了吧？我根本就没有问你为什么昨天晚上自己不去送信，干嘛跟我解释啊？我没解释，你说我存心躲你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？你是带着别的姑娘出城去玩，一看到我紧张害怕跑掉了吧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带哪个姑娘出去玩了？她。郭旭，我算是知道了，你对我做了这么亲密的事情，现在又带着别的姑娘出城去玩。我知道，你是故意把我引回桃花村去拿酒，然后和别人私会，对不对？你想太多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胭脂，今天是我们追的忌日，我们要出城上坟祭拜。胭脂，你不相信我，没理由不相信彩玉吧？彩玉她从来不骗人的。好吧，我相信他。不，他我也不完全相信。这样吧，反正咱们3个遇上了，我们开导展干嘛？你给我句话。什么话？跟他说，你一直把她当妹妹，你喜欢的人是我。胭脂，别给我装傻，只要你说了，我就相信你刚才的话都是真的。哎，这是干嘛呢？你别闹了。你连这都不敢说。那天在街上，你当着他的面亲了我，这不是只对喜欢的人才会做的吗？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这么做？那天锦衣卫盯得紧，我要你别说话，你嘴巴也关不住，我不得已。这么说，你那天不是喜欢我，是逼不得已的，对吗？是的。太可恶了！这些天，我天天晚上都梦到你，还去庙里烧香，让天上的爷爷保佑我们。我觉得我这辈子都要嫁给你了，可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大骗子！我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你，为你做那么多事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胭脂，你别难过，我们既然是朋友，郭旭他当然喜欢你了。你不用来唬我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不用找你管。你让开！胭脂，你有什么不开心，尽管找我，别把气发在彩玉身上。怎么样？我说的，你心疼了是不是？你们果然是一伙的，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们！
也于事无补啊。我就是想让他回句话，有这么难吗？如果刚才郭旭说他喜欢彩玉，那你怎么办？他不可能喜欢彩玉的。5年前我说过的话，他一字不差的都记得。如果他不喜欢我，怎么会都记得呢5年前的一句话，他现在记得又怎么样？是你自己太认真了吧？我知道了，你拦着我，不让他在我面前说清楚。你们都喜欢彩玉，都帮着彩玉，你们全都讨厌我这个小丫头。胭脂，你别再说这些伤自己的话。我从头到尾都在帮你，你再这么任性，好事情都被你弄砸了。我不用你帮我，为什么跟来的是你，不是郭旭？我不想再听你说了。胭脂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呢？胭脂。尽管难断家务事，你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吧。凤鸣，你总算追着我来了。凤萍说这是咱们俩的事，那你说吧。你别听他的。我不听他的，我听你的。现在彩玉不在，我只要你一句真话。你说啊。那天算我对不住你，你想怎么罚我，怪我都行。这就是你要说的。你太可恶了。心兄，你在此祭谁呀？祭天下亡魂，孤魂野鬼。我今天是来祭我的先父和郭旭的爹。我真的很惭愧，大仇至今未报，只怕他们含泪九泉，死不瞑目。这世间，逝去的人多含恨九泉，少有人含笑九泉。想必你仇家无数，你应该是来祭奠你的刀下亡魂吧？我心里刀下的亡魂，没有一个无辜。我来祭我自己。你怕死吗？没有想过。世人没有不怕死的。一刀饮恨，一刀快哉。人们多为死者哭，然而死去的人没有感觉，一了百了，无悲无痛。其实我们应该为生者哀。
因为活着的人还在为情爱纠缠，苦海沉浮。心胸一语，令在下茅塞顿开。我爹和郭伯伯死得不明不白，总以为他们含冤莫白，在墓中哭泣。其实，哭的并不是死者，而是那些活着的人。我新力死的那一天，没有人会记得快见新力，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来为自己洒一杯酒。天地幽冥，孤魂野鬼，呜呼哀哉，上降！山不转水转，好朋友自会相见。心兄放心，只要心兄识时务，我们不会趁人之危，以多欺少。狗改不了吃屎。心力，上次若不是你从中作梗，翡翠娃娃早已是天幽帮囊中之物。只要你交出翡翠娃娃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得到翡翠娃娃能称霸武林，就算是在我手上，我也不会交给你们这帮人。给我上！抓起来！走！兄弟，长铁翼，哼，来得正好。那我们天幽帮就和你们长风镖局算算总账。程鼎玉，你记住，我们天幽帮和你们长风镖局势不两立。
撤！连你都明白我的心情，为什么郭旭他不懂呢？在我面前不必这样，想哭你就哭吧。我干嘛哭啊？我才不要为了一个没心没肝的男人哭。我说你为什么老跟着我呢？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？彩玉和郭旭从小青梅竹马，他俩的爹早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。后来护标出了事情，娃娃亲的事就搁下了。缘分又不是爹娘能定的，更不分先来后到。缘分是没有先来后到，可以分缘深、缘浅。郭旭和彩玉娃娃亲没有定成，那说明他们缘浅。我和郭旭能萍水相逢，这说明我们缘分够深嘛。彩玉，他哥程铁一，还有郭旭，3个没爹娘的孩子，从小一块长大，虽非同胞，可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亲人还亲呢。就是嘛，彩玉明明知道郭旭当她是妹妹，就不应该喜欢她。哎，喂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不早说什么？哎呀，你看我真是气傻了，这心上人和亲人怎么能一样呢？郭旭他会亲我，就不会亲彩玉，因为我是心上人呐，你说对不对？这个你得问郭旭，我回答不了。哎，这郭旭要是能像你这样，每次都陪我说说话，该有多好啊！对不起啊，我总是不小心打到你。其实该打的应该是那个郭旭，起码他疼的时候还能想到我。咱们刚认识的那天，郭旭叫我小放牛的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喜欢上他了。我特别喜欢他叫我的那句：“哎，小放牛的。”对，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好像认识很久了。从小是爷爷把我拉扯大，现在爷爷不在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，总是被人欺负。没人欺负你。有，郭旭就欺负我。从我进京城的第1天到现在，他一直欺负我。等我的爷爷不在了，一直陪伴我的阿福也走了。现在在这个世上，我没有一个亲人了。
旭，你怎么能喜欢我呢？你不是说过，缘分这个东西没有先来后到的吗？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在桃花林里，我看见你在绳子上荡来荡去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不对，这样真的不对。我喜欢的是郭旭，我身上还有郭旭的手印刺青，这是一辈子都洗不掉的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应该找一个像楚楚那样的姑娘，或者像彩玉那样文静的丫头。你怎么能喜欢我呢？胭脂，我风平这个人从来不说谎话。你别说了，你没喝酒，怎么满嘴的醉话？咱们是兄弟，兄弟不能这样。胭脂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。我喜欢的是郭旭，郭旭又是你的兄弟，你不能喜欢我，你不该这样。不要说了，这次你别怪我这做父亲的偏袒自己的女儿。你犯了简直不可原谅的天大错误。身为京城首富，竟然被一个风尘女子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现在还有脸来求我？你丢尽了我们男人的脸。是，爹说的没错，小旭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是生是死，绝不连累任何人。什么？无知？话说的容易，天危难测，一旦怪罪下来，要杀的不单是你一个人，说不定连我和西珠都要遭殃。你这么想，简直荒唐无知。是，小旭荒唐无知。当务之急是尽快要找到楚楚，尽快把翡翠娃娃追回来。我已经派人在京城内搜索，楚楚应该还没有离开京城。对了，郭旭这2天来找过你，都谈了什么？他知道西珠把我软禁在书房里面，所以过来慰问我，没什么。这几天除了皇宫大内，我手下几乎找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，唯独还有一个地方。爹说的是长风镖局？不错。你以为楚楚姑娘会不会在长风镖局里？这小旭不知道，不过爹如果怀疑的话，不妨派人去查一查。我也正有此意。不过，你和那个郭旭交情深厚，爹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公私分明，不需要顾虑我和郭旭的交情。很好，爹就等你这句话。对了，待会儿我会告诉西珠，凡事适可而止。一会儿你搬回房间里去吧。是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这张嘴在说什么呀？这什么烂嘴？哎，拿着。大人，夫人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少爷找你去做什么？少爷没什么特别交代，只是说有笔账弄错了，要小的去长风镖局找郭少爷拿回多给的500两银子。奇怪，500两银子对他来说怎么会是这么大的数目呢？他没事去长风镖局干嘛呀？爹，你觉得呢？邓生啊，在这之前，郭旭和邓人的金钱往来，
你经手过多少次啊？回大人，不多不少，就1次。详细说来听听。前几天，夫人大发脾气，把少爷关在书房，不许出门。少爷让小的送1000两银票给郭少爷。送了1000两银票，为什么？哦，少爷说是打赌输的，得讲信用，不许赖账，所以就让小的送去了。那你送钱过去时，郭旭他说了什么？他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吗？郭旭没说什么，只是笑了笑，便收下了。巧的是，当天下午他就来探望我们家少爷了，好像是知道了夫人把少爷软禁在书房，不许出门。你们下去吧。长生啊，以后你不必再找郭旭，去吧。是大人。爹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这招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，你那个邓人心里想着外人喽。爹，你都把我说糊涂了，什么暗度陈仓、帮助外人？亏你平时还这么多鬼主意，连这都看不出来。邓人和郭旭之间没什么银钱往来，他们俩一定是利用邓生一送一还之间互通消息。你就别管了。爹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我心里有数，知道怎么处置啊。原来是少林慧空大师。慧空大师多年不见，大师风采依旧，宝相庄严呐。多谢施主挂见。这2位是贫僧不成才的徒弟，来见过郭大少、郭施主。小僧吴尘，小僧吴介，见过郭施主。2位师傅多礼了，大师请坐。多谢。大师老远来到红尘10丈的京城，想必一定是有妙法来开示我这个俗人吧？岂敢岂敢！贫僧是听说有一件必似失落多年的镇寺之宝重现江湖，而且盛传此宝物目前就在京师，所以冒昧前来请施主帮忙。想必施主也曾听说过12尊翡翠娃娃吧？不瞒大师，郭某的确听说过翡翠娃娃，但从不知道这是少林寺的镇寺之宝。这其中还有一段秘辛，江湖中人知者甚少。那翡翠娃娃，那100多年前2位前辈高人所留。虽然江湖上对翡翠娃娃的传言很多，只听说它的主人是一位西域的高人。不错，那位高人曾在少林潜修，为了精进武学，又远赴中亚修行。后来与旷古奇侠孤独胜合力完成了翡翠娃娃宝典。这也是为什么翡翠娃娃会有梵文的缘故。不知大师可曾见过翡翠娃娃？贫僧福缘浅薄，哪里曾有幸得见呢？不过身为藏经阁主持，既闻此事，理应竭尽全力将镇寺之宝请回寺中。敢问大师，这件事情，贵寺的掌门方丈慧远大师可否知道？贫僧离开少林时，掌门师兄正闭门苦修，所以未曾当面请示。不过，既是镇寺之宝，贫僧将其寻回也是理所当然之事。既然大师专程来访，那希望郭旭做些什么呢？郭施主交友广阔，长风镖局有望重江湖，所以贫僧是想烦请施主代为寻访翡翠娃娃的下落。如若能将镇寺之宝请回少林，贫僧将感激不尽。大师您太看重郭某了。郭旭我虽然交友广阔，但可都是些吃喝玩乐的朋友，而且和江湖少有瓜葛。长风镖局呢，也早已荒废了。您找我帮忙，我想怕是找错人了吧？贫僧只是烦请施主代为留意，如若有何风声，通知一声。些许危劳，施主不会做不到吧？大师是在护国寺挂单吧？
如果郭旭听到什么有关翡翠娃娃的消息，再去护国寺找大师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施主费心了。贫僧告辞。大师慢走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跟慧空大师恐怕是犯戒了。是啊，难不成慧空大师另有私心？你和他有何交情？只不过是几年前去嵩山游玩的时候，曾经和他有几面之缘而已。真要说有交情，应该是和慧远大师才是。也许这次慧空前来，掌门方丈慧远并不知情。我看慧空大师请你帮忙是假，投石问路才是真的。我也这么认为的。如果连少林寺修行的出家人都起了觊觎之心的话，那其他的各门各派可想而知。看来为了这12尊翡翠娃娃，我们长风镖局真有大麻烦了。我担心的还不只是麻烦，而是担心步步荆棘，处处凶险。哎，胭脂姑娘，最月了的酒账我全收回来了。小师傅，好消息，万华庄订了10坛酒，3天就卖光了，想再要这是订单。十里坡的酒钱我也收回来了。我觉得吧，就我们仨表演的这套杂耍啊，虽然说挺好看的，但是玩久了人家肯定会觉得厌烦。我们得想一些新花招。新花招啊？可是我们现在才想的话，我们又不是很聪明。哎，有了！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去了未来世界啊，结果未来世界的年轻人呢都跳一种舞，这种舞步吧奇妙有趣儿。哎，你们两个想不想看看？哎，可以啊，好啊。跳起舞来特别帅！对，你这段舞跳的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？对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非常精彩。哎，我觉得这舞我们3个一起合跳的话，一定可以掀起一波很创新的潮流啊！你说的没错，一起练，免费的，1分钱不收。来，一会儿没地儿了啊！跟着我跳，哎，1、2、3，好好学，好好学啊！整个人掉了魂似的。就是啊，平时他笑得最大声，今儿怎么没气儿了？我觉得吧，看他的样子好像是挺难过的。不然的话，我去看看啊。别，你去干什么呀？就是啊，姑娘家的心事儿，咱哥几个怎么知道？识趣点儿，装什么都不知道，平常心啊。哦，对。胭脂姑娘，我
万花庄觉得咱们家酒非常好，想再加订10坛梅子酒。你说咱们是给呢，还是给呢，还是……胭脂姑娘，醉月楼说咱们的酒销量好，说那个桃花酿更好，他们不管多少钱都想买。你说是卖呢，还是不卖呢？是，那个桃花酿到底是给呢，还是卖呢？是卖呢，还是给呢？这个啊，桃花酿，桃花酿，这可是我爷爷和我爹传给我的绝世好酒，其他什么酒我都可以卖。桃花酿，想喝到我的酒房来喝。终于还魂了！有这功夫闲磕牙，赶紧干活去！看什么看？该干活的干活，该送酒的送酒。我去趟长风镖局，去就回。那不是，不行，我要跟过去，跟过去。你去干嘛啊？就是，不是他去了长风镖局的话，他要流眼泪的话，我可以用这个给他擦眼泪啊。给胭脂干什么？应该给风爷。蔬菜，新鲜的蔬菜，看一看嘞，新鲜的蔬菜。算命啊！侯叔，哟，胭脂姑娘又来了。郭旭她不在家啊？我不找郭旭，我来找彩玉的。啊？哎，驾！田野，怎么回事啊？快把他扶进去，心里被人打成了重伤。郭旭跟我订了桃花酿，说是送给小财神，做人不能不讲信用，所以我替他送来了。胭脂姑娘专程替郭旭送酒来，我替她谢谢你。嘴长在他脸上，要谢让他自己来谢。啊，胭脂姑娘，你慢走。你还没走啊？你呢？小模样长得水灵灵的，既懂医术又会管账，既能干又贤惠。这哪个男的要是娶了你，肯定是好媳妇儿，有福气啊！那你瞧瞧我，你要瞧仔细了，你看清楚了没有啊？我刚才说你了，你也该说说我。你呀，机灵可爱，有些任性，不按常理出牌，还挺有趣的。有趣？那是好还是不好啊？是看着我好笑，还是会开心呐？啊，应该这么说吧，有你在就挺热闹，挺有趣，很开心。真的？那就是说，男人要是娶了我，就会天天开心，我也是个好媳妇儿了。我想，男人看女人，女人看女人，眼光不同，我也说不太准。对，咱们俩说的都不准，还是要看还是要看男人心里怎么想。那你呢？你怎么想？我怎么想？你对郭旭啊，你喜不喜欢他？不是哥哥妹妹那种，是男男女女，你懂的。那个，哎呀，
是的，喜不喜欢在心里七拐八拐的。像我多好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一句话认到底了。姑娘家说这个不太好啊。有什么不好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心里不藏秘密，坦坦荡荡，那多舒服呀！郭旭牵过你的手吗？有，小时候牵过。亲过没？这儿。行了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，郭旭对你不会有那种冲动的。是啊，郭旭那天是冲动了点，才会在大街上对你那样。不过他也跟你解释过了，那天情况特殊，情非得已，你就别再生气了，别放心上啊。这事儿啊，我早就想清楚了。那天郭旭情非得已，非要抓一个人，那他可以抓别人呢，干嘛要抓我？当时你也在场啊，他干嘛不抓你呢？你那时候话多，郭旭一时心急就……对啊，我是话多，可是他可以用手捂着我的嘴啊，干嘛那样呢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侯叔，什么事情？心里受了重伤，铁一把他带回来了。心里怎么了？他怎么样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别多想啊，我可不是来看你的，我是来看心力。他怎么伤的？严不严重啊？啊？是这样，当时心里流血过多，我就先在城外找了一个大夫应急，可天亮了还没有好转，我就把他送过来了。一时夺势，当机立断，你处理的还不错。伤得这么重，也不知是谁下的毒手。天幽帮总护法魅影迷踪修罗剑，左冲。左冲？他也来京城了啊！先不谈这个了，我们救人要紧。彩玉，心里怎么样？啊！用热水暖身可以回温，我去烧热水。我帮你。心里的脉象很沉很弱，心跳也很微弱，好像这个人不想活了。不管他自己想不想活下去，无论如何都得救他，必须要救他。当然要救，不过得双管齐下，先要以内力护住心里的一口真气不散。大小姐，这个我来吧。好，护住真气之后呢，得要配合9转大还丹，还有1000年的灵芝、红参、何首乌等药材，慢慢的调理还原。这些都是极其名贵的药材，咱们镖局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也得想办法有啊！啊，我知道哪里会有，我去找。我去找小彭王爷，你跟着我干嘛？这镖局里的事儿，我没办法像彩玉那样帮你打理。可出了镖局，这上山下海要抢要劫，只要是你的事儿，我肯定没问题。再说了，你面子薄，求人的事儿我替你说。事情紧急，你别再闹了。啊，我肯定不闹。到了王爷府，就算帮你牵马看马，那也行啊。哎，郭旭。彩玉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哦，郭旭这儿有我帮忙呢，你快回去吧。啊，快！我来提醒你啊，除了1000年灵芝、红参、何首乌外，还要外加1味天山雪莲。有了这方灵药呢，对心理病情的好转更有帮助。哎呀，放心吧。知道了，我会尽力的。这。郭旭。
让我来吧。上次我让彩玉姐带给你的手套，好用吗？原来放在什么地方，现在还放在什么地方？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当时你身受重伤，自身难保，都还要救我，所以我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，总想着为你做点什么。我救你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只是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。我明白，可我想为你做点什么，那也是应该做的事。我的吃用都很简单，你不用费什么心思。现在正在搜查楚楚的下落，辛大侠也在我们长风镖局，所以一定要严加看守门户。一旦发现有任何异状，都要立刻通知我和少局主。是，大小姐。彩玉。其实心理受伤只是冰山一角，翡翠娃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，江湖中人必定会明抢暗夺，说不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哥，我了解。有件事我得让你知道，当时和天幽帮交手，我是抱着必死之心，和左冲勉强打成了平手。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再拼下去的话，我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左冲在天幽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护法，这次他把账都记在了长风镖局上，我担心镖局会有麻烦。哥，不如你回来吧，前阵子镖师走了好几个，我们镖局很欠缺你这样的好手。这些到时再说吧，记住，一旦有事及时通知我。哥，我知道镖局在你心里永远摆在第一位，你永远放不下。可是你的固执呢，又让你下不了台阶。我走了。哥，我们镖局一直很需要你。镖局什么时候出镖，我就什么时候回来。